我们结婚近10年，一直没有孩子。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我的问题，所以我对谢如风心怀愧疚。可没想到，在我发现谢如风出轨的同时，我也怀孕了。我以为有了孩子，我们的婚姻就能回归正轨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谢如风会怀疑孩子不是他的。在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理这个孩子时，我在商场碰到了谢如风的白月光苏梦然。她开着直播，带着她的小姐妹，把我打进了医院。我恨得咬牙切齿，谢如风却只是冷冷地说：“这种女人就该受点教训。”可我不知道的是，在她知道我怀孕的那一刻，她面上不显，背地里却高兴得近乎疯狂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和谢如风已经结婚了10年，我的父母一直在催促我们要个孩子，这样老来也有个依靠。我是很想生的，可是我的身体却不允许，我只能看着父母叹气，给不出他们想要的答案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也想过很多办法，试管婴儿、中医治疗，能试的办法都试了，还是没能成功。后来年纪越来越大，也就彻底没了可能。不过好在我跟谢如风的感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。我本来以为就算没有孩子，我也可以跟他平平稳稳地走到最后。可谁知道半路杀出个白月光，谢如风在外面找了个年轻漂亮的女主播当白月光。我很难过，谢如风明明说过爱我一辈子的，他怎么可以找别的女人？谢如风给了我一张卡，让我随便买什么都可以，只要我不闹。我觉得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更何况我有手有脚，自己也能挣。我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，毕业后直接进了谢如风的公司工作。那时候公司规模还不大，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，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。我身为首席财务官，收入并不低，我不缺钱，但是我想要谢如风的心。谢如风对我越来越冷淡，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。我在他的身上发现了陌生的香水味，他还在外面买了豪宅，安排司机给那个女主播苏梦然直播刷礼物，甚至还带着她出入各种高档场所。我不止一次看到苏梦然发的朋友圈，满屏都是谢如风的身影。我看着心尖发疼，却还是只能选择相信谢如风。我相信他跟这个苏梦然只是玩玩而已，不会当真。直到那天，我看到苏梦然的朋友圈，定位是在我家，底下还有一条谢如风的评论，给我做点好吃的。我气得手脚冰凉，差点把手机摔在地上。我给谢如风打电话，询问他为什么不回家，他却跟我说公司有事要加班。我忍着心痛，又问那我怎么看到苏梦然的朋友圈？他在我们家。谢如风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说你想多了，他是来过家里，但我让他走了。我身体一僵，谢如风这话的意思是他确实带苏梦然回过家，但是他现在让苏梦然走了。我信了谢如风的话，并没有去找苏梦然理论。后来谢如风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甚至经常夜不归宿。我问他，他只说工作忙，可我每次给他打电话，接电话的都是苏梦然。苏梦然的声音娇滴滴的，说谢总正在洗澡呢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却还是选择相信谢如风。直到那次，我跟谢如风因为苏梦然的事情吵了一架。我很生气地质问谢如风，你把那个女人带回家是什么意思？谢如风却只是冷冷地看着我，说你不是不能生吗？我找个人帮我生个孩子，有问题吗？我如遭雷击，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想了很久，才鼓起勇气跟谢如风说，其实我怀孕了，
我本以为谢如风会高兴，可没想到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说：“是谁的？”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，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心凉到了极点。我哭着问谢如风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谢如风却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”我浑身发寒。谢如风他居然怀疑我出轨，我满心欢喜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谢如风，可谢如风却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他的。那一瞬间，我真的很想打死谢如风，然后跟他离婚，可我还是忍住了，毕竟我爱了他这么多年，我不可能轻易放手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不相信就算了，我可以做亲子鉴定。”谢如风却说：“不用做了，反正我也没打算要这个孩子。”我心头一紧，看着谢如风冷漠的表情，我的心越来越冷。我没想到谢如风居然不想要这个孩子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可是我想生下来。”谢如风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打了吧，我不想让不属于我的孩子留在家里。”他说完就起身去了书房。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我的心里充满了委屈和不甘。我不明白，我那么爱谢如风，他为什么就不能爱我呢？我甚至有些恨谢如风，可我再怎么恨他，也改变不了他已经出轨的事实。我也想过离婚，可我却舍不得这段感情。而且，就算离婚了，我又能去哪里呢？我父母都已经老了，我也不想让他们再为我担心。我决定暂时先忍下来，等谢如风愿意回头了再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谢如风依旧早出晚归，我则留在家里安心养胎。我一直以为谢如风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所以我也没打算告诉他我怀孕的事情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谢如风居然背地里高兴地到处炫耀他要有儿子了。那天我出门买东西的时候，刚好碰到谢如风跟几个朋友吃饭。我站在包厢门口，听到谢如风说：“我老婆怀孕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”我心头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原来他还是想要这个孩子的吗？那为什么在我跟他提起的时候，他要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没进去打扰他们，直接转身离开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依旧像以前一样，在家里安心养胎。我以为我的生活会一直这么平静下去，直到那次意外发生。那天，我趁着谢如风不在家的时候，偷偷去做了一次羊水穿刺。我拿到了亲子鉴定的结果，证明孩子确实是谢如风的。我把这份文件发给了谢如风，我想让他知道我没有背叛他。谢如风很快就接了我的电话，他的声音带着几分不耐烦：“你又闹什么？”我心口一滞，我没想到谢如风对我居然是这个态度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你忘了你1个月前做了什么吗？”谢如风明显愣了一下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你到底想做什么？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做完羊水穿刺了，报告已经出来了，证明孩子是你的。我会把报告发给你，你签个字，确认孩子的抚养权。”谢如风却只是冷哼一声，说：“孩子是不是我的不重要，我根本没打算要这个孩子。”我咬着牙说：“如果你不签字，那我就去把这个孩子做掉。”谢如风明显急了：“你敢？”我冷笑一声说：“我为什么不敢？反正你也不承认这个孩子是你的，那我留着有什么用？”谢如风气得咬牙切齿：“你要是敢动我的孩子，我就让你付出代价。”我也有些生气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孩子这么对我。谢如风却说：“这不是你的孩子，是我的。”我气得浑身发抖，你居然说出这种话。谢如风却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我不想再跟谢如风争吵下去了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对着电话那头的谢如风说：“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到底签不签字？”谢如风却只是淡淡的说：“我不签。”我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我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当天晚上，谢如风回到家，脸色很不好看。我假装没看到，继续吃饭。谢如风坐在我身边，冷冷地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想离婚？”我拿着筷子的手一顿，我没想到谢如风居然会提出离婚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平静地说：“我没这么想。”谢如风却明显不信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去做亲子鉴定？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只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。”谢如风冷哼一声：“你清不清白，你自己清楚。”我气得胸口疼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谢如风却只是瞥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什么意思？你应该很清楚。”我气得咬牙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就是你的，你爱信不信。”谢如风却只是冷哼一声，没说话。那一夜，我们两个人背对着背，一夜未眠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都没有再跟对方说话。谢如风每天早出晚归，我也懒得管他，但是我心里很清楚，我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我必须让谢如风相信孩子是他的。我想了很久，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。我约了谢如风的好朋友李浩出来喝茶。李浩是个富二代，但是他对我很不错。我们两个人坐在茶馆里，李浩笑着问我：“你怎么突然想到约我出来喝茶？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有点事情想请你帮忙。”李浩挑了挑眉：“哦，什么事？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怀孕了。”李浩明显愣了一下：“真的吗？那恭喜你呀！”我却摇了摇头。可是我老公不相信孩子是他的。李浩皱起眉头：“他为什么这么说？”我苦笑一声，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他可能是不想要这个孩子吧。”李浩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”我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能帮我劝劝他吗？”李浩点了点头：“我尽量。”我点了点头：“谢谢你。”我跟李浩聊完之后便分开了。我知道李浩的话，谢如风应该会听。果然，李浩跟我聊完之后，便去找到了谢如风。他们两个人聊了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谢如风在第二天便给我打来电话。他在电话里跟我说：“把孩子打了吧。”我心头一凉，我没想到谢如风居然还是不相信我。我沉默了很久很久，才说：“谢如风，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？”谢如风却说：“不是我绝情，是你太让我失望了。”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失望？我有什么可让他失望的？他对我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，我都没有说过他一句不好。现在他居然对我说失望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如果我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呢？”谢如风却说：“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你想怎么做？”谢如风却只是冷哼一声，说：“你可以试试看。”他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我听着电话那头的忙音，心里一片冰冷。我知道谢如风是真的不想让我留下这个孩子，可我却不能放弃这个孩子。这是我跟谢如风之间唯一的联系了。如果他真的不要我了，那我还能剩下什么？我咬了咬牙，决定赌一把。我去了医院，约了医生。我说我要做引产手术。医生明显愣了一下：“引产手术？为什么？”我看了一眼我的肚子，说：“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。”医生连忙说：“你可要考虑清楚啊，引产手术对孕妇的身体伤害很大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已经考虑清楚了。”医生见我已经决定了，只好点头，说：“那好，你找个时间过来做手术吧，记得让你家人签字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家人不在本地，就我一个人。”医生说：“那你可以让你的爱人签字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可以。”
医生这才松了口气。我离开医院之后便回到了家里。我在家里坐了很久很久，终于等到了谢如风回来。谢如风回来的时候，脸色不太好看，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去医院做什么？”我看着他说：“我去预约引产手术。”谢如风明显愣住了，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“你说什么？”我重复了一遍。我说：“我去预约引产手术。”谢如风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，他恶狠狠地盯着我，说：“你敢？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我为什么不敢？反正你也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我还不如早点做掉。”谢如风气得直咬牙。“我告诉你，如果孩子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那你现在就签个字，确认孩子的抚养权。”谢如风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好，我签。”我终于松了口气。我知道，谢如风既然答应了，就肯定会做到。毕竟他是个男人，他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要做到。我让谢如风签了字，然后把引产手术的同意书递给了他。谢如风微微一愣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我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这个孩子是你的，那我现在就去把这个孩子做掉。”谢如风明显急了：“你这是在威胁我？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可以这么想。”谢如风恶狠狠地瞪着我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别想得逞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那就看你敢不敢赌了。”谢如风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，才终于拿起笔，在同意书上签了字。我看着他那龙飞凤舞的字迹，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我知道，谢如风既然已经签了字，就代表他相信这个孩子是他的了。我没想到自己居然在商场碰到了白月光苏梦然，此时他正带着一群人直播。本来我只是想绕路而行，毕竟现在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苏梦然却在看见我后，带着人开着直播冲过来包围了我。“哟，这位不是舒雅吗？怎么这么有闲心出来逛街啊？”苏梦然一脸尖酸刻薄地看着我说道。“苏梦然，你想干什么？”我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。苏梦然见我退后了一步，便直接上前，一步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，将我摔在地上。“苏梦然，你要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”我没想到苏梦然会突然对自己动手，一边捂住自己的头发，一边对着苏梦然大喊道：“哼，我当然是来替谢哥教训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儿的。”苏梦然不屑地看着地上的我说道：“你说我是小三，你才是小三吧？”苏梦然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没想到苏梦然会这样颠倒黑白。哼，你还敢嘴硬？听说你不但勾引我男朋友谢哥，还怀了他的孩子。苏梦然一脸鄙夷地看着地上的我说道：“你胡说，我肚子里怀的是谢如风的孩子，我才是谢如风的老婆，你不是。”我没想到苏梦然会这样说，哈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谢哥怎么会看上你这种女人？姐妹们，给我好好的教训一下他，让他知道什么人可以惹，什么人不能惹。苏梦然对着身后的那群女人说道：“好的，梦然姐。”那群女人听了苏梦然的话后，便一拥而上，对着我一顿扇巴掌和殴打。“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居然敢勾引梦然姐的男朋友！”其中一个女人一边扇我的巴掌，一边骂道：“是啊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货色，居然敢和梦然姐抢男人！”另一个女人也附和道。我被这群女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紧紧地护住自己的肚子，一边哭一边对着那群女人喊道：“你们这群疯子，快住手！再打下去，我的孩子就要保不住了。”那群女人听了我的话后，并没有停手，反而打得更凶了。“哼，你这种女人居然还想着生下谢哥的孩子，真是痴心妄想！
苏梦然看着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说道：“苏梦然，你再这样打下去，孩子真的会保不住的。如果谢如风知道了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我一脸怨恨地看着苏梦然说道：“呵呵，你以为谢哥会相信你的话吗？”苏梦然一脸不屑地看着我说道：“你不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问问他。”我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然后看着苏梦然说道：“好啊，那我现在就打给谢哥，看他到底相信谁。”苏梦然说完便拿起手机打给了谢如风。“喂，谢哥，我在商场逛街的时候碰到你的小三儿了，他还说是怀了你的孩子，你信吗？”苏梦然撒娇般的对着电话那头的谢如风说道：“什么小三儿？还是怀了我的孩子？”谢如风的语气里明显带着笑意。“是啊，他还威胁我说，如果我再打他，你就会不会放过我的？”苏梦然继续对着电话那头的谢如风说道：“哈哈，宝贝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我怎么可能会让他怀上我的孩子呢？”谢如风在电话那头宠溺地对着苏梦然说道：“我就知道谢哥最爱我了。不过谢哥，人家现在正带着一群姐妹在直播打这个小三儿呢，你不会怪我吧？”苏梦然对着电话那头的谢如风说道：“当然不会了，宝贝，你玩得开心就好。”谢如风在电话那头说道：“谢哥最好了。”木马。苏梦然对着电话那头的谢如风亲了一口后，便挂断了电话。“怎么样，现在死心了吧？谢哥根本就不会相信你的鬼话。”苏梦然一脸得意地看着我说道。我看着苏梦然的样子，心中充满了绝望。我没想到谢如风居然会这样绝情。大家看到了吗？像这种不要脸的小三儿，就应该狠狠地将他打流产。苏梦然看着手机摄像头说道：“对，梦然姐说的对，像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就应该好好的教训一下。”弹幕里的网友纷纷附和道：“你们这群疯子，你们会后悔的。”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苏梦然一脚踢中了肚子，我疼得冷汗直流，鲜血顺着我的双腿间流了下来。后悔？我苏梦然做的事从来都不会后悔。苏梦然看着地上疼得直冒冷汗的我说道：“你们快住手，再打下去就要出人命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商场的保安终于赶了过来，制止了苏梦然一行人的暴行，然后将我送到了医院里。我的孩子最终还是没保住。当谢如风和苏梦然一同来到病房的时候，我和谢如风目光对视的一刹那，谢如风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愧疚和心疼。“谢哥，你看姐姐她怎么不理我呀？我只不过是想去劝劝她，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”苏梦然见谢如风一进门就一直盯着我看，便赶紧上前拉住谢如风的胳膊，故作温柔地说道：“滚开！”谢如风看着苏梦然一副惺惺作态的样子，心中只觉得恶心无比。谢哥，苏梦然被谢如风这样一吼，心中顿时觉得十分委屈，于是对着谢如风撒娇道：“苏梦然，你不要再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”谢如风看着苏梦然这副做作的模样，心中只觉得更加厌烦。“谢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我只是想去劝劝姐姐，让她不要再和你闹脾气了。我也没想到姐姐会那样说我，更没想到那些网友会那样说我。我还特意和姐妹们一起来看望姐姐，没想到姐姐却给了我一巴掌。”苏梦然装作十分无辜的样子，一边摸着自己的脸，一边看着谢如风说道：“苏梦然，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？你真的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”谢如风看着苏梦然这副装可怜的样子，心中的怒火更甚。“谢哥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也不知道姐姐是怎么了，突然就说是我害她变成这个样子的。”
苏梦然继续装作一副十分委屈的样子，看着谢如风说道：“苏梦然，你口口声声说不知道他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，那这是什么？”谢如风将手中的平板扔给了苏梦然，平板上面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，视频中正是苏梦然带着一群人在商场殴打我的场景。谢哥，苏梦然看着平板上的视频，顿时慌张了起来。苏梦然，你倒是挺会装的呀，在视频里说是舒雅勾引我，还怀了我的孩子，现在又跑到医院里来说是想劝和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。谢如风看着苏梦然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谢哥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”苏梦然拉着谢如风的胳膊，一副十分慌张的样子说道：“苏梦然，你真当我是傻子吗？你什么样的事情没见过，会看不出舒雅怀孕了？”谢如风一把甩开苏梦然的手，然后看着苏梦然说道：“谢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姐姐怀孕了。要是我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这样对她的。”苏梦然见谢如风真的生气了，便赶紧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对着谢如风说道：“苏梦然，你还在和我演戏？”谢如风看着苏梦然这副装可怜的样子，心中只觉得更加的厌恶。“谢哥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都是舒雅那个贱人陷害我的。”苏梦然见谢如风不吃自己这一套，便指着床上的我大声说道：“苏梦然，你够了，你还嫌闹得不够大吗？”谢如风看着苏梦然一副恶狠狠的样子，心中的怒火更甚。“谢哥，你居然吼我！你为了这个贱人居然吼我！”苏梦然装作一副十分伤心的样子，看着谢如风说道：“苏梦然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再敢骂舒雅一句贱人，你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？”谢如风看着苏梦然说道：“谢哥，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人这样对我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”苏梦然看着谢如风说道：“苏梦然，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和舒雅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”谢如风看着苏梦然这副不知悔改的样子，心中更加的厌烦。“谢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我那么爱你，我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做。这个贱人为你做过什么？”苏梦然看着谢如风大声吼道：“苏梦然，你够了，你给我出去！”谢如风指着门口，对着苏梦然大声说道：“谢哥，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人让我出去？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。”苏梦然看着谢如风这副绝情的样子，心中十分的震惊。“苏梦然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和舒雅离婚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”谢如风看着苏梦然说道：“谢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”苏梦然看着谢如风一副十分伤心的样子说道：“苏梦然，你做出这种事，还想让我怎样对你？”谢如风看着苏梦然这副装可怜的样子，心中只觉得更加的厌烦。“谢哥，苏梦然还想要说些什么，却被谢如风一个巴掌打断了。“苏梦然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不想再听你胡说八道了。”谢如风看着苏梦然说道。谢如风看着苏梦然这副装可怜的样子，心中的怒火更甚，直接对着苏梦然的脸就是几个大嘴巴。“苏梦然，你就是个疯子，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，舒雅她受了多少的苦？”谢如风一边说着，一边又给了苏梦然几个大嘴巴。“谢哥，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人打我！”苏梦然被谢如风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脸上满是鲜血，身上的衣服也被血浸透了。“苏梦然，你就是个贱人，你有什么资格骂舒雅是贱人？”谢如风看着苏梦然这副惨状，心中的怒火并没有消下去，直接掐住了苏梦然的脖子。
谢哥，你放开我！”苏梦然被谢如风掐着脖子，根本喘不上气来，脸色也开始慢慢变紫。谢总，你再掐下去就要出人命了。一旁的司机小李见状，赶紧上前拉开了谢如风。可，苏梦然被松开了脖子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。谢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苏梦然用嘶哑的声音对着谢如风说道：“苏梦然，你记住了，今天只是个教训。要是以后再让我看到你欺负舒雅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”谢如风看着苏梦然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谢哥！”苏梦然还想再说些什么，但是却不敢发出声音来。滚！谢如风看着苏梦然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心中只觉得更加的厌烦。苏梦然见状，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病房。苏梦然刚走出病房，就看到司机小李跟了上来，还不赶紧去开车。苏梦然见司机小李站在原地不动，便大声吼道：“苏小姐，我想您还是自己打车回去吧。”司机小李看着苏梦然说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苏梦然看着司机小李这副样子，心中只觉得不爽。“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我不想送您回去。”司机小李看着苏梦然说道：“你一个小司机，你也敢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话？”苏梦然看着司机小李大声吼道：“苏小姐，我只是一个司机，但是我也知道什么叫做礼义廉耻，什么叫做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苏小姐，我劝你还是好自为之吧。”司机小李说完之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“你个破司机，你也敢教训我！”苏梦然看着司机小李远去的背影，大声吼道：“都是一群什么东西，也敢这样对我？要不是因为谢哥，你们以为我会多看你们一眼吗？”苏梦然站在原地自言自语道：“还有那个舒雅，也是个贱人，居然敢勾引谢哥，还怀了谢哥的孩子，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。”苏梦然骂骂咧咧地拖着受伤的身子离开了医院。苏梦然走后，谢如风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。“谢先生，我想和您聊聊舒雅小姐的情况。”医生看着谢如风说道：“她怎么样了？”谢如风看着医生说道：“舒雅小姐的孩子没有保住，而且舒雅小姐的子宫受到严重的损伤，以后恐怕是很难再怀孕了。”医生看着谢如风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谢如风看着医生这副认真的样子，心中只觉得十分的痛苦。“谢先生，请节哀。”医生看着谢如风这副自责的样子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“我知道了。”谢如风说完之后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医生的办公室。我醒来后决定报警。我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拿起手机准备报警，但是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。“喂，我要报警，我被别人给打了。”我在电话接通之后，对着电话那头说道：“你好，请问您可以提供一下对方的身份信息吗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一道公式化的声音：“我可以提供，不过对方是个网红，而且他现在还在网上直播。”我对着电话那头说道：“好的，您稍等。”电话那头说完之后，便没了动静。过了许久之后，电话那头再次传来了声音：“您好，我们已经联系过对方了，对方说只是和您发生了一点小冲突而已，而且对方也已经在私底下向您道歉了，所以您这边的报警，我们这边无法立案。”“什么？”我听到电话那头的话，顿时愣住了。“你好，请问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”电话那头继续问道。“没有了。”我说完之后便挂断了电话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看着手机屏幕上苏梦然那张嚣张跋扈的脸，心中满是不甘和恨意。“苏梦然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。”我紧紧地攥着手机，心中暗暗发誓道。我想了想，
最终决定只能靠自己，不能让伤害自己的人逍遥法外。我重新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，然后在苏梦然最新发布的一个视频下方评论道：我是当事人，我没有接受你的道歉，而且你也并没有向我道歉，请你和你的那些小姐妹们一起公开向我道歉。这件事情不是私人行为，而是公众事件。我发完评论之后，便一直盯着手机屏幕，等待着苏梦然的回复。半个小时之后，苏梦然回复了我的评论：我已经私下道歉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公开道歉？你是不是嫉妒我比你过得好，想要毁掉我的生活？我看到苏梦然的回复，只觉得一股无名火从胸口冒了起来。苏梦然，你真不要脸！我愤怒地在手机屏幕上回复道：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如果你觉得我是不要脸的话，那你就当我是不要脸好了。苏梦然再次回复道：苏梦然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看着苏梦然的回复，心中的怒火更加的旺盛了。我怎么过分了？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，如果你觉得我是过分的话，那你大可以不要看我的视频。苏梦然再次回复道：苏梦然，你不要太嚣张了。我看着苏梦然的回复，心中的怒火已经到达了顶点。我就是嚣张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苏梦然再次回复道：苏梦然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在直播间下跪磕头？我看着苏梦然的回复，心中已经愤怒到了极点，但是理智告诉他，他不能冲动，他必须要忍。让我下跪磕头，你也配？苏梦然回复道：苏梦然，你最好别后悔。我回复道：我苏梦然做事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后悔。苏梦然再次回复道：好，我记住了，我会让你为今天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的。我看着苏梦然的回复，心中已经下定决心要让苏梦然付出代价。我等着。苏梦然回复道：我没有再回复苏梦然，而是直接关掉了手机，然后躺在床上思考着要怎么才能让苏梦然付出代价。我想到了之前谢如风手里的监控视频，还有那天在医院里，我虽然没有和他们正面对峙，但我早早地留了监控和录音在手上。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专业的水军工作室，打算把这些都发出去。苏梦然不就还是一个网红吗？靠网络吃饭和网暴我，这次就让他来尝尝这个滋味吧。苏梦然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我攥紧拳头，心中暗自想到，苏梦然最近很是烦躁，因为他的事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在网上已经传开了。他现在每天都躲在屋子里，不敢出门。他的父母也因为他的缘故受到牵连，经常被邻居们指指点点。苏梦然不知道这件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，他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。就在这时，苏梦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他之前雇佣的水军头子打来的。喂，什么事？苏梦然接起电话后，不耐烦地问道。苏小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。水军头子焦急地说道。出什么事了？苏梦然闻言，心中一惊。您之前让我拍的那个视频，现在在网上传疯了，很多人都开始人肉搜索您，您现在很危险。水军头子看着苏梦然说道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苏梦然惊讶地问道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现在网上到处都是您的新闻，您赶紧想想办法吧。水军头子催促道。苏梦然一时之间也有些六神无主。您还是赶紧找人，把这件事压下去吧，不然您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。水军头子提醒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苏梦然连忙点头说道。那我先挂了，您尽快处理吧。水军头子说完后便挂断了电话。苏梦然放下电话后，
心中慌乱不已。他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，他连忙打电话给几个朋友，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。但是他的朋友在听到他的请求后，都表示无能为力，因为他们也没有能力压制网络上的舆论。苏梦然心灰意冷，他感觉自己这次是真的完了。就在这时，苏梦然的妈妈走了进来。梦然，你怎么了？苏梦然的妈妈看着苏梦然问道。妈，我出事了。苏梦然看着妈妈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苏梦然的妈妈连忙问道。我之前做的事情被人发到网上了，现在大家都在骂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苏梦然哭泣着说道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苏梦然的妈妈惊讶地问道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苏梦然摇着头说道。你先别着急，我想想办法。苏梦然的妈妈安慰道。妈，你一定要帮我呀！苏梦然拉着妈妈的手说道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苏梦然的妈妈点了点头说道。苏梦然的妈妈离开后，苏梦然独自坐在房间里，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他没想到自己的报应来得这么快，他真的是咎由自取。苏梦然和他的家人遭受到很多网友的谩骂和攻击，他们所有的黑料全部被网友披露出来，其中包括苏梦然在小号上发布的那些炫耀和嘲讽的言论。一时间，这些信息在网上疯传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苏梦然和她的几个姐妹因为殴打我的事情被警察拘留，被带到警局里审问。在审问的过程中，苏梦然的几个姐妹对苏梦然产生了怨气，毕竟这件事情是苏梦然引起的。现在她们被关进了警局，而苏梦然则安然无恙地待在外面，这让他们怎么能不恨？你们说这件事情是苏梦然指使你们的？警察看着眼前的几个女孩子问道。对，就是她，是她让我们去打舒小姐的。其中一个女孩子指着苏梦然说道。你们有什么证据吗？警察看着几个女孩子问道。我们有聊天记录。其中一个女孩子说道。把聊天记录拿出来。警察看着几个女孩子说道。几个女孩子闻言连忙掏出手机，找出聊天记录递给警察。警察接过手机看了看，然后又看向苏梦然。苏梦然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哼，他们这是在诬陷我。苏梦然冷哼了一声说道。苏梦然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狡辩是没有用的。警察看着苏梦然说道。我就是没有做过，你们爱信不信。苏梦然看着警察说道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。警察看着苏梦然说道。你们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。苏梦然看着警察说道。好，那就如你所愿。警察看着苏梦然说道。警察说完之后，便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。喂，陈局长，我是小王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案子需要您帮忙。警察对着电话说道。你说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。我们这边有一个案子需要您帮忙查一下苏梦然的账户。警察对着电话说道。好，我马上就查。陈局长应道。好，那我先挂了。警察说完之后就挂断了电话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警察看着苏梦然问道。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苏梦然看着警察说道。那就在这里等着吧。警察看着苏梦然说道。苏梦然看着警察，心里有些慌乱，但是还是强装镇定。大概半个小时之后，警察的手机响了起来。陈局长，怎么样？警察接起电话便开口问道。已经查到了，在他的账户里发现了一大笔钱，这笔钱正好是那几个女孩子的封口费。陈局长对着电话说道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陈局长。警察对着电话说道。
不客气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找我。”陈局长说道。“好的。”警察应道，随后便挂断了电话。苏梦然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警察看着苏梦然问道。苏梦然看着警察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现在涉嫌故意伤害罪和诽谤罪，已经被正式拘留了。警察看着苏梦然说道。我不要被拘留。苏梦然听到警察的话，顿时慌了。由不得你。警察看着苏梦然说道。你们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苏梦然看着警察大声地喊道。堵住他的嘴巴。警察看着旁边的2个女警说道。2个女警闻言，连忙上前堵住苏梦然的嘴巴。呜！苏梦然瞪大眼睛看着警察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带走！警察看着苏梦然说道。苏梦然被2个女警押着离开了审讯室。苏梦然的几个姐妹也因为殴打我的事情被拘留了。苏梦然的父母为了救女儿，只好去找我求情。舒小姐，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！苏梦然的父母跪在我的面前哀求道。我放过你女儿，那谁放过我的孩子？我看着苏梦然的父母，冷冷地说道。舒小姐，我们知道你伤心难过，但是我们也不想看着自己的女儿坐牢啊！苏梦然的妈妈看着我哭着说道。你们不想看着自己的女儿坐牢，那你们就看着她杀人放火吗？我看着苏梦然的妈妈质问道。苏梦然的妈妈被我质问的说不出话来。舒小姐，我们知道我女儿做错了事情，但是我们愿意赔偿你，只求你放过我女儿。苏梦然的爸爸看着我说道。你们能赔偿我什么？我看着苏梦然的爸爸问道。我们愿意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你，只求你放过我女儿。苏梦然的爸爸看着我说道。我不稀罕。我看着苏梦然的爸爸冷冷地说道。舒小姐，我们就只有梦梦这么一个女儿，要是她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们也不活了。苏梦然的妈妈看着我哭道。你们不用在我面前装可怜，我不会心软的。我看着苏梦然的妈妈说道。舒小姐，你就签一下吧。苏梦然的爸爸拿出一封谅解书递给我说道。我不会签的。我看着苏梦然的爸爸说道。舒小姐，你就签了吧，这样对你对我们都有好处。苏梦然的爸爸看着我说道。我说了，我不会签的。我看着苏梦然的爸爸坚决地说道。舒小姐，苏梦然的爸爸还想要再劝我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我看着苏梦然的爸爸妈妈冷冷地说道。滚！我指着门口大声地吼道。苏梦然的爸爸妈妈见状，只能起身离开。苏梦然的爸爸妈妈离开之后，谢如风从楼上走了下来。你为什么不肯签谅解书？谢如风看着我问道。我为什么要在上面签字？我看着谢如风反问道。只要你签了字，这件事情就可以早点了结了。谢如风看着我说道。我为什么要为了你而放过那些伤害我的人？我看着谢如风问道。我不是为了我，我是为了你。谢如风看着我说道。为了我？我看着谢如风冷笑了一声说道。谢如风，你不用在我面前装好人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。我心里想什么？谢如风看着我皱眉问道。你心里想的不过是想要早点结束这件事情，免得这件事毁了你的名誉。我看着谢如风冷冷地说道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谢如风看着我不悦地说道。我是不是胡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看着谢如风说道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。谢如风看着我说道。你有没有你心里清楚，你不用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我看着谢如风说道。你……谢如风看着我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谢如风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签署谅解书的。我看着谢如风说道。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闹大？谢如风看着我不悦地说道。因为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看着谢如风说道。
你一定要这么做吗？谢如风看着我问道。是。我看着谢如风坚定地说道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坚决，那我支持你。谢如风看着我说道。你不需要支持我，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：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我看着谢如风说道。我明白。谢如风看着我点了点头说道。我没有再理会谢如风，直接转身上楼。我回到房间之后，便拿出手机发了一条微博。我的微博内容是这样的：大家好，我是舒雅，我今天要在这里控诉一些人。前段时间，我被苏梦然带人殴打，导致我的孩子流产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而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，但是我也绝对不会放过那些伤害我孩子的人，我绝对不会签署谅解书，我一定要让那些伤害我孩子的人付出代价，我要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。我也希望各位网友可以帮我一起讨伐那些伤害我孩子的人，谢谢大家。我的这条微博一经发布，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，很多网友都在下面留言支持我，支持楼主，绝对不能放过那些坏人，就是绝对不能放过那些人渣，一定要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，让那些坏人尝尝蹲监狱的滋味。我看着网友们的留言，心里感动不已。我又发了一条微博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我的微博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楼主加油，我们永远支持你，对，永远支持你，让那些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